这次来到传说中的北京，你们以为我的北京行程是吃烤鸭、逛胡同、游故宫吗 ？Too simple。这一次我的北京之旅直接加入了一个气蹦台面的魔鬼行程，没错，就是爬长城。这里不止风景美到爆炸，还有楼梯走到饱，它超级有挑战性的，还体验了像云霄飞车一样的下降方式。马上带你们见证这个古代最大、最坚固也最让人腿软的防御工程。影片最后我还会分享这次差点没命的长城旅行要点，记得看到最后哦。Let's go。跟雪人来到我梦寐以求，只在历史课本才看得到万里长城。今天呢，我们舍弃了八达岭，我来到慕田峪长城。那为什么选择慕田峪长城呢？主要是因为这边人少风景美。长城它是被誉为中国最大的防御工程，全世界一共有500位的元首曾经来到长城这边造访。更夸张的是，整个长城一共有21000公里，这是什么样的概念？以台湾的角度，从台北到高雄大概400公里来算好了，可以走53趟次，每个小时是5公里来讲，你要走173天，整整6个月左右。整个慕田峪长城它的区域分布分为东、中、西，东边跟西边是最多人走的一个热门路线，那中间比较少人走的原因是因为它原本就是一个军事要地，地形比较崎岖，阶梯比较陡，在体力上会比较辛苦一点。打算先从下面坐缆车到上面，先看西部的路线，我们一直到东线之后再坐滑道下来。从北京市区到慕田峪长城的车程大概1个小时半左右。来到这边之后发现到蛮宽敞的，而且刚好人蛮少的，可以好好在这边悠哉悠哉的闲晃。摆渡车上来大概花了5分钟的时间，非常的方便。然后我们看前面有个可爱小猫咪，好可爱呀！我这边的猫咪都特别的美呀，有可喂的都是。没想到那个樱花竟然是缠在上面，以为是真的。那有一件事觉得值得我学习的是，因为我们是透过网络上这边去订票的，没想到它做到这么的先进，就是它可以直接透过你网络上的资料即时做核销，这点真的觉得蛮棒的。我们还没走到缆车的时候开始在喘了，但是因为今天风光明媚，阳光很好，所以蛮期待的。好啦，我们刚才搭完了缆车，觉得体验上非常的好，因为它是密封式的，所以你不会吹到冷风，然后你可以静静的大概6分钟，你就会到达山顶这边了。对我们夫妻来说，长城它不是冰冷的砖石堆砌，里面蕴含了一些匠人的技术和智慧，在崇山峻岭间砌成的大地脊梁。长城我觉得它最厉害的地方是它建造的方式。大家可以看到，这每一个砖都是夯土加砖石经过高温制作而成。一个砖可以传8代，子孙可能都挂了，还可以流传到8代。早期的长城其实不是以这种石做的建筑为主，而是以桔梗跟芦笋做成一个薄薄的土墙。后来因为发明了大炮，土墙都被土崩瓦解之后才做一些技术的改良，制作而成这样子的一个古墙。从20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就一直沿用到现在。当时诸国要去抵御北方的游牧民族，那为什么游牧民族会来到内陆这边去侵略呢？因为气候的关系，所以那边粮食不足，必须要到内陆这边去抢夺一些粮食。待在北方的话，你的致死率是100%，翻过城墙进来这边抢夺的话，你至少还有50%的存活几率。这是堵墙，躲在这后面试探敌群。现在是有一些草木，但是其实古时代的时候，方圆3公里全部是没任何草木。那边有一个敌人在走动，你都看得到。我们把视角移过来这边，这个是什么？专门给人家放射箭的，或者是放枪的。它是内窄外宽。古人他会用金枝或是竹枝。什么是金枝？就是
大便水沾金枝之后，然后这样射。后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建筑物，它叫做敌楼，主要是士兵他休息跟存放弹药的地方。敌楼比较特别，它是高出于城墙过去一点点，因为它可以用比较刁钻的角度去对付这边的敌军，因为敌军他可能有攀云梯上来嘛，它可以从斜角射死这些敌人，每间隔一个距离都会有一个敌楼，那这支敌楼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堡垒。道路非常的宽敞，非常的好走，主要是因为以前这个道路啊，有千军万马在上面行走。以前古时代人建造的公寓真的非常的 unbelievable， 他把很多细节都呈现在这个古代的超强的防御工程上面。中间这边有一条沟，这条沟就是有下雨水的时候，它就会顺流着到这边，然后出去。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前面，它是排水孔。上来之后看到一个很奇葩的特色，这个是在卖水吗？卖水对不对？对，卖水。哦。10块。哦，好。什么？好酷哦！竟然在敌楼里面摆设摊贩，这是许可的吗？自己带东西上来卖，还是他原本就是官方设立的？请大家帮我解惑一下。敌楼是一个比较古建筑，怎么有一个现代的人在那边摆摊，还卖水卖饮料，而且为什么不开灯呢？对不对？因为敌楼里面很暗，摊贩好黑。我快笑死了！做生意可以做到这样，也学到一点啊，就是处处都有做生意的机会。接下来我们要爬一段非常陡的陡坡，抵达西部区域制高点20号敌楼。好累哦！哇，那个路真的超高，爬到我拼了命的喘。什么感受？这楼梯怎么那么多啊？真的超累的。最后一段了，这楼梯感觉很陡，那上面的人都要慢慢一个一个下来。终于爬上20号敌楼的后面有一段真的是有史以来最陡的楼梯，走上来真的超级累的，体力真的要好一点点，因为薛仁已经没办法上来，他就直接在下面等着我。大家可以看到上面 crazy 的是，竟然后面有人进来这边可以摆摊，真的佩服他的体力。这个20号敌楼，我会建议真的一定要来一趟，因为视野非常的好，万里无云，所以你看下去的时候是辽阔无际，心情非常的舒坦。加油！上到去不会丢脸的哦。很难走，还是很高，好厉害哦！还背一个大行李耶！我靠，这个超累，我脚在抖，因为真的很陡，超级辛苦，超级辛苦。你说很值得。下来辛苦还是上去辛苦？上去压力很大，因为真的是有够陡的，楼梯它下来很怕摔死，但是上面风景很值得上去看。我们刚才已经爬完了，太推了！我们现在才刚走完西部线哦，大概耗时了2个小时左右。刚才算一下时间，非常累，有点像特种兵行程了。我刚才走完西部线，一直从这边拉到很高的山头，可能一小块在这边。走完西部路线，我觉得半条命都快没了。接下来我们要从14号敌楼穿过比较陡峭的路面，然后到6号敌楼，再坐滑道下山。天哪！长城的猫就是特别的可爱哦。对面山头有烽火台，烽火台以前啊，它的作用就是说，如果我今天看到有敌军要准备入侵了，我就会放烟火。它比如说这边开始亮了，它就开始咚咚咚咚咚咚，就开始亮，一直亮到皇宫里面。
就让皇上知道说已经有人要大入侵了。烽火台晚上的时候是点火嘛，白天的时候是点狼烟。那为什么用狼烟呢？狼的粪便它有一些没有办法消化的一些消化物，或有一些物质，所以它的密度比较大。相对它燃起了烟，可以直冲天际，所以就有一个成语，就是烽火连天，狼烟遍地。这成语就是这样来。因为我们现在到中段，中段有落差很大的石阶，走下去，哇，这个老人家走腿一定会断。对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多大的落差感。你好，你怎么样 Nice， 你好，很厉害 ，Nice， Hi，Nice good， good， 再见，拜拜。要防御北方的敌人嘛。等他盖完的时候，敌人不是已经来了吗？以前在春秋时期的时候，当时因为中国内陆是分裂成不同国家，所以那时候每个国家是这边修一段，那边修一段，就是抵御我自己国家的领土。后来到秦始皇统一的国度之后，他才统一修建，把长城连起来，领土疆土变大了，所以他要花更多的心力去做这件事情。到明朝的时候，才开始做更大规模的修补，因为当时开始有一些火药兵器的产生。我们又看到一个没有，不能边走边聊天。很陡的楼梯，膝盖负荷有点小过。哦，这个也太深了吧！我看到前面的外国人实在是太佩服了，背着小孩上来。走着走着啊，你会发现两边的墙高度不一样。这边是士兵为了要防御自己被弓箭或是火炮打到，这边啊是女儿墙。为什么会有女儿墙存在？是因为怕士兵往后摔跌下去，至少可以有围栏的效果，就是挡在后面这样。我们走着走着遇到长城的 NPC， 我们来接任务了。但是不是因为太阳光太大，人都眯眯眼？它的毛其实蛮漂亮的。好啦，我们终于走完这特种兵的行程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做滑道，只有慕田峪长城才有滑道设施。记得我们刚上那个游览车的时候，导游就跟我说：“好，我们上车这件事情，我们就先记一下。”我就开始拿笔记出来，想说，要记什么东西，就等。你等了半天，他都不讲要记什么，就原来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请大家记一下安全带。我想说，所以那个用语有点不太一样，就还有点不习惯。我台湾是说那个系一下安全带，他们讲系一下。这次来慕田峪长城啊，我跟雪人最期待的就是这个滑道的设施。比较特别的是，它不是 QR code 或是用证件，它是用纸本票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因为它是2间不同营运公司，你买缆车票，但是不能来滑车这边打。工作人员他会先教你如何的操作。明白了吗？往前是快，往后上撤哦。啊，转哪里就往哪里撤，不要撞。可以。你在哪啊？要左停要轻才对，要左轻。弯道减速，请注意倾斜身体。好了，我们刚才体验完滑车，我觉得超好玩的，而且重点是因为它的路线很长，有一点点可惜，是因为前面的家庭一直停在中间要拍照，但事实上是不应该停在中间要拍照，因为你会影响到后面的人。我刚才真的不小心爆了很多粗口，你不要为了你自己的方便去影响到其他人，也是花了很多时间跟钱来到这边去享受古城带给你的美好。滑车的重点不是拍照，是你要享受它中间的速度感。可是我前面的家庭，他一直2、3次哦，一直给我停在中间哦，就停在中间拍照，我真的会傻眼。因为如果说后面速度很快，你又停在中间，其实很危险。体验完滑车啊，我们来谈谈这个文创店有什么有趣的小物吧。
我刚刚在想说，这个砖头是什么东西？谁会买一个砖头回去啊？结果发现它是盲盒，就跟抽扭蛋的概念一样，而且它很可爱，它是这样打开，你才会知道你里面是什么12生肖的章跟硬币，很特别，我觉得超有创意的。中国的文创只会有龙，但是因为你有没有发现，在长城上面有非常多的猫咪，所以他们现在连文创里面都有猫咪的图案，超可爱。我们所有的行程啊，耗时将近5个小时。出发前我们特意准备了食物随身携带，毕竟啊，爬长城耗力，饿着肚子啊，可是撑不下来的。需要提醒的是，中间的路段啊，阶梯落差非常的大，对于体力要求不低，不建议体力较弱的朋友来走这条。但不得不说，这次的行程的体验感拉满，钟情于山水与古迹的游客一定要来试试。更难得的是啊，慕田峪这边的游客相对稀少，能远离尘嚣，慢悠悠的在长城上散步，好好享受这份独有的静谧与惬意。喜欢这支影片就按下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然后分享给你的朋友。我们是创世小夫妻，下集见。